某乎上有个提问啊，问欧美的网文现如今发展成什么样了？一位叫 Pornhub 的网友分享了一部亚马逊女频 Top One 的小说，叫 Morning Glory Milking Farm。你说欧美不是老自诩文明灯塔吗？人类进步标杆吗？现在那边流行的东西，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时光倒流回了原始社会啊！不分男女啊，大家伙儿一块儿往下出溜，拦都拦不住啊！这小说首先就是一本黄书，说在一个异世界，一个漂亮姑娘为了还学贷，异世界还学贷，为了还学贷啊，去农场打工。工作的内容呢，是每天给一个长着牛头的男人打回机。那男人呢，还有老婆，一个母牛头人。最终啊，这个漂亮姑娘爱上了这个公牛头人，这仨不知道人还是鬼的玩意儿啊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。至于为什么要每天打灰机呢？是因为牛头人打出来的牛奶啊，在这个异世界里是制作伟哥的原材料。亚马逊女频 Top One 的畅销书，咱们通常理解的畅销书，再怎么着也得有点营养吧。有位姓罗的圣人信口雌黄，说我们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书是《鬼吹灯》，人家欧美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那是《理想国》。这哪年哪月的数据啊？那真假先不论，你先看看人家欧美那边，2025年9月份，一本叫艾克麦斯德的小说是横空出世啊，首周在英国就干出去将近5万册，直接窜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1啊！这书讲什么的呀？1000多页的巨著，核心剧情就是一个女的被关起来了，然后被她的看管人反复强奸，就这么个虐待法，最后俩人居然还相爱了，在一起了。这还不是孤立啊，同类型的什么 Firebird、Rose in Chains， 全是女主被奴役、被拍卖、被性侵的戏码。粉丝们管这叫黑暗浪漫，管里面的色情场面叫 Spice 调料。你姥姥啊，性暴力成了爱情调料了。去年光是这类小说就把英国科幻奇幻类图书销售额拉高了 41.3%， 直接把整个英国虚构类作品的收入推过了10亿英镑大关。有出版商还说了，这种未经同意的性爱场景越来越受欢迎，读者就爱看这个。我就想问问，这跟原始部落里抢个女人回来生孩子的野蛮行径有什么本质区别吗？还有个叫 Dreamy 的在线阅读平台，专门搞狼人、霸总这种肉欲题材，在欧美也是火的不行。前段时间还冒出一个叫 Frisky Fox Toys 的众筹项目，专门做拟人化动物，就是福瑞圈用的成人情趣玩具。目标金额2万5，最后愣是筹到了12万4千多美元，近1000名支持者抢着掏钱啊！这帮人把兽人幻想从2次元搬到卧室里，公然的、系统的把兽欲做成商品往外卖。文案写的还挺美，什么把你幻想中的 Frisky 变成现实，不是？这不就是动物世界吗？这股原始风气甚至污染到了政治领域。英国政府本来弄了个教育游戏，目的是教育青少年识别极端思想。游戏里呢有个紫色短发的 AI 少女叫艾米莉亚，是个反派，专门向玩家传播种族歧视反移民观点。结果呢，欧美极右翼群体一看这形象，疯了。他们疯狂2次创作，让他跟美国总统并肩站着喊口号，号召大家保护民族的纯粹性。一个叫献给超凡的艾美利亚的社群成员迅速的超过了 1.1 万，马斯克还转发了相关的梗图。好好的反极端教育工具硬是被玩成了极端主义的宣传大使。专家说这叫似是而非的可否认性就是外表可爱，你骂他还委屈，说就是个玩笑，你那么认真干什么？你看这一圈下来，畅销书榜是强奸犯的洗白故事，众筹网站是兽人玩具痴迷者的狂欢乐园，连政治宣传都被 AI 少女带跑偏了，变成种族歧视的传声筒。这就是所谓文明世界的当代文化呀！所谓的多元开放，到最后就是给原始的欲望和野蛮的权力欲搭了个台子，让他们随便唱。还是发烧老师说的精准啊！欧美社会就是人性恶的放大器
他们强调自由人权，然后极端排斥克制、节制、管束。只要学会忏悔，让贪财好色呀、争名逐利呀、贪嗔痴慢疑是尽情随意，毫无节制。节制就是侵犯人权嘛，泯灭个性，不独立，不自由。反正咱们呢，隔着屏幕啊，就是看个热闹，但是得小心点，别被他们那股不是人的野蛮味儿啊给熏着了啊。